公主救命之恩。跟我来。灭灵剑是以我灭灵族族人的骨血相铸而成。奇缘铸剑这些年，骨血已快耗尽，虽有天后的仙法勉力维持，但已形同废人，恐无法辅佐仙上成就大业了。所以，请仙上允许奇缘归隐山林，了此残生吧。哼，姨母只是暂时失势，我们鸟族一时示威，你便要学那些势力仙家，树倒猢狲散了吗？奇缘不敢。当年若非天后相救，奇缘一定活不到今日。天后的大恩大德，奇缘无以为报，只能来世再报。莫非你要去找你的老相好，变成公主？我和柳英，哦不，我和变成公主早已形同陌路，恩断义绝。灭灵剑，再给我造一支灭灵剑，我就为你根治尸解天残，还你自由，你就可以去找你的变成公主再续前缘，可好？你不信我？本座已将毕生修为度运，你现有这琉璃净火加持，定要复兴鸟族，助儿续凤，登上帝位。穗禾明白，续凤和鸟族便仰仗于你了，莫要让本座失望。夜神殿下果然高招，这棋无论我如何下，终是没有胜算了。长老这边认输了。纵使再挣扎，撑得须臾，结果也不会有所改变了。唉，隐雀认输，能与夜神殿下这般高手过招，乃是隐雀耻荣。你说什么？鸟族粮仓接空了？自花界上回断我鸟族吃食之后，花界与鸟族的关系便已有所不睦。如今花界虽未断了花草谷物的供给，但数量远不如从前，粮仓也一直囤不下食物。如此重要之事，你为何不早些呈报？隐雀长老求见。让他进来。是。你先下去吧。是。参见族长，鸟族近日的粮灾饥荒，不知族长可有耳闻？长老这是何意？穗禾身为鸟族族长，此等要事自然清楚。那便最好。我还担心族长日日在天界流连，早已忘了我们这些同族。既然族长已知晓此事，不知为何迟迟没有作为呢？
族里的鸟儿眼见都要饿死了。此事我自会处理。当初，废天后钦点你为族长，助你处理鸟族事务，才令鸟族昌盛兴旺。但如今，废天后失势，各位长老们都担心族长还能否担此重任，保鸟族周全。3日之内，我会妥善解决良灾。我会证明，我坐上族长之位，全凭自己实力。如此，隐却拭目以待。慢着，长老难道就没有其他事需要禀告吗？不知族长所指何事啊？自然是你去魔界，与魔尊会面一事。我与老友叙旧，这等小事也需禀告。族长若是有这闲心，不如早些处理好良灾一事吧。续奉执掌五方天将府，节制天界门户，责任重大。然则续奉行事却怪力悖逆，本座甚是担心。我看，就暂时移交给你吧。鸟族遂何其奏？我鸟族生命素以花谷为食，花界虽已恢复供给，然断粮数年，以致鸟族粮仓日渐空虚。今鸟族生灵性命堪忧，遂恳请天界开仓赈济，以解鸟族燃眉之急，叩请圣裁。族长，如何？天界可有消息？没有。不行，我得亲自去一趟天界，向天帝借粮。可隐雀长老和其他几位长老都已在大殿中等候族长召开会议，若族长此时离去，怕是不妥。哼，他们一个个的，倒是都迫不及待想等着看我出丑，哪有那么容易？隐雀。今日我就先好好和你算算你去找魔尊的账。族长再不向天界借粮，族长到！就是啊。3日已到，不知族长可有了法子解决此次的良灾？我已向天界奏明此事，天界却迟迟未肯借粮，怕是与隐雀长老有关吧？鸟族遭受良灾，天界不肯借粮，可这事儿与隐雀长老何干呢？
隐雀长老几日前去魔界与魔尊会面，此事传入天帝耳中，天帝对此很是不满，觉得是我们鸟族起了反心。若非我向天帝成名，鸟族对天界一片忠心，天帝怕是早就出兵镇压鸟族了。隐雀倒不知去魔界与魔尊叙个旧，竟引出这般事端。若天帝当真因此不愿借粮给鸟族，隐雀愿随族长一同去天帝面前澄清此事，好让天帝消除对鸟族的疑虑，尽快借粮，以解鸟族燃眉之急。隐雀长老所言甚是，现下不如您和隐雀长老一同去一趟天界，速速解决此事吧。那隐雀长老可有证据证明自己与魔界并未勾结？既然天界没有出兵，那便表示他们亦无证据证明我与魔界勾结。族长借不到粮食，如今却要将这黑锅让我来背吗？这千百年来，我为鸟族鞠躬尽瘁，令鸟族不断壮大。如今鸟族有难，我耗尽心神，却要因隐雀长老品行不端，导致天家与我鸟族生出嫌隙。我倒是要问问隐雀长老，难道鸟族的粮食还能向魔界借来不成？哎呀，族长，隐雀长老，二位在此争论亦是无用。当务之急，不如早上天庭向天帝表明我鸟族的忠心，速速借到粮才是啊！夜神殿下到。参见夜神殿下。大殿下，夜神殿下今日前来，怕不只是为了与我下棋吧？听闻长老近日密会魔尊，不知商议了些什么？原是为了此事啊。我与魔尊不过是叙叙旧，聊聊天儿，不曾商议任何事情。你们聊了些什么？外人无从得知。不过此事已经上报天庭，若是有些无中生有的猜测，也是在所难免的。万一天帝当真误会了些什么，恐对鸟族不利。天帝命我彻查此事，隐雀长老认为润玉应该作何回复？隐雀愚钝，不知夜神殿下何意？我知道，这些年来，天界对鸟族控制颇多，但当年龙鱼族覆灭之后，废天后亦是将太湖这等富庶之地交予鸟族。鸟族这几千年来比之从前，已是繁荣昌盛了许多，也该知足了。夜神殿下到底想说什么？但说无妨，隐雀一向不喜欢拐弯抹角。既然长老不喜欢拐弯抹角，那润玉便直说。其实此番前来是有一事希望长老帮忙。我一个无权无势的鸟族长老，恐怕帮不上夜神殿下什么忙。若是被鸟族知道，这绝密的鸟族兵力布防图是从长老这里泄露的，长老认为你将来还有在鸟族立足的可能。润玉今日是作为天界特使，奉天帝之命，押粮至此，解鸟族饥荒之困。哎呀，多谢殿下特此前来押粮，穗禾与鸟族上下感激不尽。今日前来，还有一件要事需要解决。不知殿下还有何事需要解决？穗禾愿倾力相助。前不久，隐雀长老私自前往魔界，与魔尊会面一事，
相信大家都已经知晓了吧？隐雀长老私自密会魔尊，暗藏祸心。夜神殿下若要惩治他，穗禾定全力配合。但鸟族对天界一向忠心，还望殿下莫要怀疑。穗禾族长似乎迫不及待想要治隐雀长老的罪了。穗禾公主曾向天界请兵，要派天兵回1秒洲拨乱反正，但天帝并不相信鸟族会有异心，并命我要查明原委。我今日前来，便是向各位告知调查的结果。隐雀长老前往魔界，纯属私交。各位切莫要因此事影响了鸟族与天界的关系。原来不是天帝要镇压鸟族，竟是你向天帝讨兵对付隐雀。穗禾那日不过是情急之下才做此提议的。确实如此，幸好未酿成大错。不过鸟族粮仓空虚，闹起饥荒，你却置之于不顾，反而在此讨伐隐雀长老。穗禾公主未免有些本末倒置了。我何时置鸟族粮在于不顾了？早在3日前，我便已上书天庭借粮了。天庭并未收到你的奏报。怎么可能？若非隐雀长老昨日亲自上天界将此事告知，天界不知道要到何时才会知晓此事。穗禾，你不配做鸟族的族长。对，你不配做我们鸟族的族长。是啊，不配做。穗禾公主，正如诸位长老所言，你为了排除异己，打压隐雀长老，而置鸟族各位同胞的生死于不顾，已让天帝陛下对你大失所望。天帝已下令，命我全权处理此事。不过润玉觉得，还是应该与鸟族各位长老一同商议决定。大殿下如今深得天帝陛下的信任，我等还有何疑虑？只是不知大殿下认为该如何决断？润玉以为，穗禾公主如今已经无心鸟族的治理，不如交由贤能之人辅佐之，代为处理族中要务。不过，润玉只是个提议，最终的决定还是要看各位长老的意思。此番隐雀长老向天界借粮，为鸟族立下了大功，且他一向心怀鸟族，定会为鸟族谋福。我推举他暂代处理族中事务。我等亦推举隐雀长老代理族中事务。夜神殿下慢走。隐雀长老，将来这鸟族便就交给你了。这一局，隐雀说得心服口服。既知道夜神殿下手段，我又怎敢再有二心？如此便好。鸟族的粮仓恐怕要空上2日，穗禾定会因为此事求助天界，而他的奏报会消失无踪。届时，希望长老能够亲自出面借粮，我会以此为机会，助长老掌握鸟族实权。看来我是没有办法拒绝了。只要长老肯率鸟族支持我，总有一日，长老便是鸟族族长，可以放手大展拳脚。族长？那么，大殿下未来又会是谁呢？夜神殿下果然高招，这棋无论我如何下，终是没有胜算。隐雀，原来你不是与魔尊勾结，
而是与润玉勾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鸟族的将来，而不是如你这般为一己私心。你放心，我会好好辅佐你，全权处理鸟族大小事务。这个宝是，我跟你说，这只要7年的灵力啊！木子，不管你去到哪里，我都一定会找到你。又在造灭灵剑，难道他还要对锦觅不利？你现在便去天界，替我杀了润玉。夜神殿下，乃是天帝之子，那又如何？他毁了我千百年来苦心经营的一切，我便要了他的命。夜神殿下灵力高强，我造灭灵剑损耗了太多灵力，即便我有灭灵剑在手，我也打不过他。到时我会和你一起去。干娘若知你如此记挂他，一定深感欣慰。你怎么来了？我听说鸟族的权力皆由隐雀长老接手了，想必这一切和大殿下脱不了干系吧？看来你已经开始动手了。我只不过是想完成娘亲的心愿而已。但当初，干娘为了这个心愿，做了很多错事。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只是希望大殿下不要步他的后尘，只怕最后错了多了，忘了初心。
这条路错不得，一步错，便是满盘皆输。我已经输不起了。可是你走这条路的时候，有没有为锦觅想过？他是无辜的，他不应该被你利用，也不应该为你而受伤。济公了，是，随我去看看。小鱼仙瓜，小鱼仙瓜，小鱼仙瓜，你在吗？好吧，救命之恩无以为报。今日特地前来，却不见你，就把他留在此处了。没想到瑞玉不在，你倒是送上门来了，如此甚好。机会千载难逢，你现在给我用灭灵剑杀了他。这万丈须甚为滋补，定能助你尽快恢复灵力。愿这万丈须能滋补你伤势，希望可以帮到你啦。我们就在这凡间做一对平凡的夫妻。我说过，你若再伤锦觅，你必是我的敌人。你要做那些违背良心的事情，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快动手啊！殿下，锦觅，锦觅，赵锦觅，是。殿下，殿下，原来你还是在乎我的。方才锦觅被火系法术所伤，你为何要这么做？我还能为了什么？你心中只有他，可他却给夜神送药，我气不过。蜜儿，怎么回事？方才有人要加害锦觅仙子，幸亏二殿下及时赶到。人呢？追出去了。你快去帮虚凤，锦觅有我护着。如此甚好。蜜儿，蜜儿，蜜儿。
小鱼仙官，这刚刚出了何事？我刚才特地前来给你送补药，正要离开，不知怎地就被打倒在地了，然后我就什么都记不得。是你救了我吗，小鱼仙官？并非我救了你，是徐凤。既然事发在玄机宫，难道目标是我？可是你走这条路的时候，有没有为锦觅想过？她是无辜的，她不应该被你利用，也不应该为你而受伤。都是我不好，我向你发誓，以后绝对不会让你再受到一丁点的伤害。谢谢小鱼仙官，我已无碍了。殿下，吾并无心伤他，是这个齐渊，他便是在人间要杀锦觅的人。我知道，他是变成公主的朋友。我答应过刘盈，不取他性命。可是他屡教不改，想必今日又要行凶，此人不能久留。刘盈说过，他是良善之人，我信他。多谢凤兄。木慈，锦觅呢？锦觅可还好？锦觅没事儿，他并不是冲着锦觅来的。凤兄，木慈体内被中了尸解天蚕，需要定期喂养，恐是有人借此利用木慈。他从前所做的一切，都是被迫的，他别无选择。尸解天蚕，如此禁术，可是我母神所为。是姨母救了他的命，他为姨母办事，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如今姨母还身在狱中，你们却想撇清关系，真是忘恩负义之徒。随和。如今我母神已被关押进牢狱，他已得了惩罚，希望你不要再怪罪他。凤兄愿意宽恕木慈，我已别无他求，只求将木慈带回，从此与他不再分离。木慈的罪，刘英愿为他赎。今后，不管因为什么，你若再伤害锦觅，我便不会对你手软。我会兑现人间的承诺，你若有性命之忧，我定会相救。但你休要试探我的底线。我要见锦觅。蜜儿已经休息了，已无大碍。听闻今日是火神出手相救，我替蜜儿谢过。不知火神可有抓到行凶之人？是穗禾闹脾气，伤了锦觅。穗禾，此事非同小可，不如尽早禀告父帝。不必了，穗禾是因为我自会与他结约此事的。你让我看他一眼。旭凤，因为你，天后穗禾先后对锦觅出手，你难道非要置他于死地才肯罢休吗？我已让矿路去请水神接回锦觅，火神请回吧。徐凤，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如今连手中的权力都
旁落他人。我失去了一切，可你心里仍旧只有那个锦觅。为什么？为什么？徐枫，锦觅。潘羽先生，今日子时，庭中已无，事关锦觅，不胜期盼。你要抓着我到几时啊？永远。你堂堂魔界公主，何故要与我这种人耗着？因为你值得。我没有伤害你的朋友，所以我不会让你看不起我。我的木慈终于回来了。这段日子你去了哪里？你为什么又再造灭灵剑？我本来想杀了锦觅，找天后换世界天蚕，可是最后一刻，我突然觉得，即便我死了，也好过见你对我失望。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爹爹，啊，蜜儿，来，趁热把药给喝了。好。啊，吃块冰糖，去苦味儿。蜜儿，可不能让爹爹再担心你了。这3天2头的受伤，这穗禾同他姨母如出一辙，此事定要奏报天地知晓。穗禾心仪凤凰，所以他痛恨我，也是情理之中的。那蜜儿的心仪之人又是谁呢？说实话，我也不清楚。我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我也不知道是何缘故。爹爹，你说我该如何是好？爹爹知道蜜儿懂事，不愿让爹爹和众人为难。曾几何时，爹爹也曾经想过，带你做出正确的选择。
然而今日发生的这些事，让爹爹想起你的母亲，也想起过往的那些旧事。爹爹终是明白了，子芬为什么要隐瞒你的身份，藏于水境。如今，你果然是因爱而深受其苦啊！那我一辈子谁也不嫁，守在爹爹身边，这样就没有烦恼了。傻孩子，逃避亦是无用。现如今你就回到爹爹身边，就放心大胆地去选择，无论是火神还是夜神，爹爹都支持你，只要你能真心觉得幸福。谢谢爹爹。你来了。先生，先生，怎么了？火？什么火？爹爹。爹爹！
金明，李小怡，爹爹，你是怎么了？爹爹，你说话呀，爹爹！金明，你听我说。李小怡，他们怎么了？爹爹，你们要去哪？金明，爹爹，你们去哪儿啊？金明，我求求你了，凤凰，我求你，你救救他们好不好？我知道。爹！金明，你听我说，金明，我求你救救他们！金明，你听我说，金明，来不及了，已经晚了。金明，金明。金明，米儿，谢谢爹爹。这太苦了。良药苦口嘛，来，吃块冰糖，去苦味儿。谢谢爹爹。爹爹，米儿，我刚才梦到爹爹。米儿，想哭就痛痛快快的哭出来吧。两位先生含冤遇害，还等着你早日振作，查明真相。金明，不管怎么样，我会一直陪着你。米儿是我魏国门的妻子，我祭在何劳火神，火神无需在此时雪中送炭。他如今已是这般模样，夜神此时非要争个高低吗？我求求你们，都出去！金明，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出去！心中的花枯萎，时光它去不回。但愿洗去浮华，淡去一生轮回。倘若不是你将你的半生修为尽数炼入这冰刃中，若不是为了保护我，你也不会。心中的花枯萎，时光它去不回。回忆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愿只愿余生无悔，随花香远飞。一壶清酒，一身尘灰。
爹爹，林秀仪，对不起，我一定会查出真凶，替你们报仇。水神神去行灭，天地色变，为之怅然涕下。水神生平胸怀仁善，悲悯天下万物苍生，以毕生之灵力助人无数。本座想追封他谥号德善仙尊。锦觅仙上乃是水神所依之独女，按律应当守孝3年，因此与夜神润玉之婚期，便顺延至3年孝期后吧。另外，锦觅仙上继任水神之位，即日受封。锦觅领旨。起来吧。锦觅，一切既然顺便，我答应你，我定会查出何人害了水神。火神无需为此事操心，我自会替蜜儿查出仙上为何人所害。孩子，苦了你了。长房主，我又如从前一般了。人都说，人影不随流水去，水长东去，人影犹在。只是为何，如今天地间滴水不少，水神爹爹却再也不见了。父帝，孩儿参见父帝。水神他平日里满嘴的仁义道德，我却时常嗤笑他幼稚如幼童，但我却非常敬佩他，能够身体力行，也就唯有他敢对我说一些真话。可如今他已经不在了。你也是来查水神一案的吗？是。你是要替锦觅做主？锦觅是孩儿的未婚妻子，为他查出杀父真凶，是润玉的分内之事。披香殿主事呈上来的这些卷宗里面，只提到了水神死于琉璃净火，毫无其他头绪。你如何看？在这6阶当中，有着极高修为，能够操控琉璃净火的，唯有2人。母神现被押于皮索牢狱，而另外1人便是旭凤，且也恰巧他当日就在洛祥府。表面上看，确实如此。表面上看，身在现场，非白书
琉璃禁火，全都指向旭凤一人。可孩儿觉得，这未免太过直接了。你相信这不是旭凤所为？孩儿相信，自己的兄弟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你觉得会是谁呢？难就难在，明知道凶手不是旭凤，却也不知道究竟是何人所为。水神在天界德高望重，万人敬仰，并没有什么敌人，且父帝也看过了卷宗，毫无线索，恐怕要想查出此案的真凶，十分困难。可是，如果这些卷宗一旦公开的话，众仙家未必如你一般明辨是非啊。不错，孩儿知道，父帝对旭凤寄予厚望，他的声誉不可毁。长远之计，孩儿建议，在找到真凶之前，还是封存卷宗，不要公开的好。玉儿，为父也对你寄予厚望了。润玉自当替父帝与兄弟分忧。玉儿，你有的时候懂事的都让人心疼啊。旭凤需要避嫌，这件事情就全权交由你来处理了，就按你说的做。是父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这位水神伯伯就觉得十分的降火驱燥，而且还很亲切呢。锦觅乃是我与子分之女，日后爹爹绝对不会再抛下你，让你一个人孤苦伶仃。再高你就要摔出去了！我才不怕呢，摔出去有爹爹保护我。不会是他的，不可能是他的，不会的。火神殿下，锦觅一向和你亲近，你好好开导开导他吧。锦觅，我想去祭拜二位先生，可以吗？小神定会将真凶缉拿归案，告慰二位先生。查得如何？尚无进展。很奇怪，二位先生罹难的现场，竟找不出一丝痕迹。爹爹和林秀仪生前胸怀仁善，与世无争。为何会遭此横祸？都是我害了他们。此事怎可怪你？你无需自责。我问你，6界之中，可以自由操控琉璃净火之人，都有谁？琉璃净火
是凤鸟族术法的至高化境。据我所知，几千年来真正练成的，除了我跟武神，6界之中，恐怕再无第3个人了。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那我再问你，可以接连杀害爹爹跟林秀仪2位上神的人，6界之中又有几个？你是有什么发现吗？若是有，你定要及早告诉我。这封信是我在整理爹爹遗物时发现的。这封信，你有何解释？飞白书。潘羽先生，今日子时，庭中遗物，事关紧密，不胜期盼。除了你以外，谁还会灌写这飞白书呢？你是在怀疑我？这封信不是我写的，分明是有人栽赃嫁祸。那我问你，爹爹遇害之时，为何你会在场？当时洛相府来人，说是奉了水神之命，让我连夜过府一叙。我们中计了。中计？你不相信我？我爹爹灭道之际，他的衣服都烧白了。我问你，什么样的火可以把他的衣服烧成那般样子？琉璃净火。没错，就是琉璃净火。如你所说，6界之中只有你跟天后可以使用琉璃净火，可如今天后人在牢狱之中，能使用琉璃净火的人只有你一个。是你杀了我爹爹！你我相处这么多年，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风神、水神是你的亲人，我怎么可能对他们痛下杀手？就算是我杀了2位先生，我怎么可能愚蠢到自己留下书信任你猜疑？一切好生思量。如今我无法自证清白，若你当真觉得是我杀了2位先生，那就拿我的命来抵吧。我不要你的命，我只要爹爹活着，我只要爹爹活着。锦觅，给我些时日，我定会将凶手带到你面前。相信我。爹爹，我只要爹爹，我只要爹爹，我只要爹爹还活着，我只要爹爹还活着。爹爹，爹爹别走，爹爹别离开女儿，爹爹，爹爹，凤凰，求求你别杀我爹爹，爹爹你别离开我，爹爹，爹爹。凤凰，求求你，求求你，爹爹，凤凰，你别杀爹！大殿立下新规矩，从上月起，除8方天将
任何仙家上神都不得随意调查军机卷宗。陛下首肯了。殿下，凶手会不会就是大殿？怎么可能？他是我兄长，我们之间就算再有什么芥蒂，他也不至于这般害我。是，属下一时糊涂了。大殿一向持身中正，天界上下无不众口交赞，他干不出这等事。持身中正，众口交赞，确实如此。润玉只会水系术法，断然使不出琉璃净火。况且水神是润玉的靠山，润玉是个明白人，绝不会仅仅为了栽赃嫁祸于我，就去谋害水神的。你终于来看母神了。父帝不让我来看你，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若天帝不许你来，那你切莫要再来，莫再触怒天帝。母神没事的。待你当上了天帝，我自然便可出去。不是，是我的自然是我的，不是我的争来又有何用呢？傻孩子。当然要争啊！不是，你可有对水神动手啊？水神怎么了？水神和风神陨神了，可与你有关。如此甚好。真的是你？是谁杀的？又有什么要紧？如今润玉大势已去，就算与锦觅成婚，也不会动摇你的天帝之位。不如想想，如何乘胜追击。连牢狱都关不住你的野心，你以为你这样是为了我好？殊不知你只会陷我于不仁不义呀！旭凤，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欲当上天帝，岂能心慈手软？不是，你生了我。但你一点都不了解我，孩子，母亲就是太了解你了。你心思单纯，心慈手软，你不愿意去做的事，母神替你去做。你的心思不像润玉这么有城府，可未知哪一天，他反过来会算计你。我们毕竟是兄弟，他又能害我到何处？母神如此，只会把他逼上绝路。你必须比他狠，你必须比所有人都狠，才能让所有人臣服于你。旭凤，为了母神，你必须坐上天帝之位。如今水神已经死了，是铲除润玉最好的时机。只要你跟穗禾成亲，那鸟族就是你的后盾。我不会去穗禾的。傻孩子，你怎么就看不清局面呢？如果你执迷于锦觅，你会后悔的。那我倒要看看，不按母神说的，我能不能活得更好？恕孩儿不孝。旭凤，你必须得做天帝，这是母神唯一的心愿。母神为了你，连命都可以不要。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谊，鸟兽有此，何况神仙？是木已自壮，自能凶残不孝、狠戾忘恩之事与宵禁何异？
恕孩儿万难聪明，孩儿就是被全天下人所误解，也做不来母神口中的这等孝子。旭凤，旭凤，旭凤，旭凤。别紧张，对于初学者而言，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殿下如今政务繁重，况路想早日学会，为殿下分忧。欲速则不达，不着急，慢慢来。以你的资质，相信很快就能上手。殿下，可以排身秀了吗？伤心未落，时辰未到。一下子吃了多少梦啊？撑死了吧？上身秀。是。记住，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爹爹，你来了。你明知锦觅心属于我，却偏偏挡在我们中间，休要怪我无情。林修，所见吗？
载着衍兽的去处。若那梦是真的，衍兽应该去过齐武宫。真的是凤凰之梦。你看，伤心像不像一只蝎子，而申秀犹似一个张弓搭箭的猎手。猎物与猎手注定天生为敌。或偶有交集，但也终究天涯有隔，两不相见。今日便到这儿吧。炎佑哥哥，你要带我去哪里呀？瑞玉哥哥知不知道？我跟他说过了，哥呀，带你回泥潭，高不高兴啊？太好啦！这是准备去哪儿啊？自然是回他该去的地方了。该去的地方？这里就是他的家。这里规矩森严，尔虞我诈，只会抹杀儿童的天性，泯灭他的赤子之心。女儿，过来。殿下，严佑君，灵儿何去何从，还是让他自己决定吧。行，那你自己做决定吧。炎佑哥哥，我想跟着润玉哥哥。来，乖。小小的年纪就嫌贫爱富，算了，你要是想回去，随时叫我，哥哥来接你，好不好？炎佑，其实我也一直把你当做兄弟。你若真的想走，我也不留你。但你若想来，随时来。这玄机宫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我还没有火神的能耐呢，哪里能够胜任大殿兄弟这个身份啊？敬贤不敏，敬贤不敏。李儿啊，谢谢你能留下来陪着哥哥。娘亲走的那一日，把我藏在云梦泽的泥潭里。她跟我说，要是她回不来了，以后都要听大哥哥的话。这些李儿都记得。娘亲也跟哥哥说，这一生都要好好照顾你，哥哥也不会忘记。以后就只有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了。那我以后还能见到炎佑哥，还能去泥潭里打滚吗？当然可以了。好了，你先回去休息。炎佑走了，我真的变了许多吗？我这一生从未做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为何天后、旭凤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
却连报仇都要遭人诟病，被轻者疏远。白衣沾上几个泥点，就显得比黑衣脏。人言一向可畏，殿下又何须理会呢？你说的对，遥遥者一折，皎皎者一污。既然走上这条路，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是再无回头之身了。此次安抚鸟族，调粮赈灾，夜神绝功至伟。想不到瑞玉，你平日不显山不漏水，可处理起政务来，却可以独当一面。比起火神，毫不逊色，反而更加的缜密周至。本座甚慰了。父帝过誉。太上老君有3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润玉一向奉为圭臬。昔日润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如今职责所系，那便是分内之事。润玉必当尽心，不敢辜负父帝期许。启禀陛下，鸟族隐雀长老前来上表，欲将800里太湖献于天界，以表忠心。太湖本属龙鱼族故地，本座想将太湖赐予夜神作为封邑，以示嘉奖。不知夜神意下如何？多谢父帝厚赏。龙鱼族已覆灭数千年，往事早已如烟。润玉身为天地长子，守土有责，能为父帝分忧，余愿足矣。太湖乃一方仙境，不该为一家一族所窃据，更不该沦为一人一姓之私产。不久前，废后在洞庭湖大动干戈，涂炭生灵，而后水神又遭遇不测，锦觅仙上在花界服孝守制，洞庭湖至今尚未恢复元气。父帝心怀仁慈，不如就将那些流离失所的洞庭水族安置到太湖吧。准奏，此乃是贤者之言，众卿当共勉之。夜神，这次太湖交接，重建洞庭，安置水族等事，就全交由你处理了。润玉领旨。这刚倒下一个夜火修罗，这又上来一个巡海夜叉。这二殿下一向严厉，可这大殿下呢，平时看着还好说话，可是做起事来一板一眼，毫不含糊，为人又那么精细。你说你爹怎么那么倒霉呀？怎么总碰上这些难缠的人物？不过，大殿下这次可是大手笔呀！方才他在九霄云殿上根本就没有计较一湖一地之得失，如此看来，他所谋甚远。哎，还是我女儿有眼光啊！这把冷灶烧得妙。哎呦，女儿啊女儿，你就别看了好不好？哎，你看看你爹，看看爹好不好？自从月下仙人寿宴之后，你可是一次都没回来看过爹，是不是还在生爹爹的气呀？爹爹，你要是再当众说什么赐婚什么的，我就再也不理您了。哦，什么烧冷饭，怎么什么话从您嘴里说出来就那么难听？啊，好，爹不说了，爹不多嘴了，行不行？你说这两位兄弟也是啊，也不肯学天地的无为而治，那就像娶媳妇儿一样的啊，不管家花野花，只要过了门呢，都是一样的啊。不管是在朝在野，只要是上了位，也是无差。爹，那也没见您收手啊，还不是娶了一房又一房的。这丫头，
这就像凡人，凡人新盖的茅厕还能香3天呢？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这大殿下呢，根本不按牌理出牌，而这二殿下呢，他心里就根本没有这副牌。唉，都是神仙，为什么您和水神仙上差距这么大呢？水神仙上，学他干什么？学他死于非命？真该让元姬仙子把您投到凡间去，凡间的官场和账房最适合您。李儿，这800里太湖是母亲的故土，你替哥哥把它守护好，好吗？哦，可是我灵力低微，守不住怎么办？这湖底啊，有一片很大的泥潭哦。哥哥放心，我保证把它守护得好好的。以后有事就来找哥哥，你言佑哥也会帮你的。那2位哥哥，我走了。你满意了？日久见人心，不必故意做给我看。李儿他毕竟也是你的弟弟，他的任何去向、任何决定，我认为你有权知晓。你总是活得这么滴水不漏，无可指摘，累不累？总比死了要强。大殿如今1人之下，万人之上，掌握8方天将，权倾天界，又刚收回了800里太湖，真是可喜可贺。干娘想必一定可以含笑九泉了。要走了？我还是喜欢自己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好吧，既然道不同不相为谋，那便山水有相逢吧。后会有期。我今天来呢，给你们带了些小玩意儿。哟，哎呀，不必了，不必了。老胡岁数这么大了，也不再需要什么了。哎呀，哎呀！既然夜神殿下如此客气，那我也就收下了啊。我看老胡每次去天界，总会忌惮广寒宫的玉兔。你若是不喜欢的话，不，喜欢的很，喜欢的很呐！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惊雷鼓，鼓声如惊雷，足以驱逐虎豹豺狼。别说那一只区区的兔子了，好物件，好物件！哎呀，这天家带孙总算长出一个好主子。连翘，听锦觅说，你最喜欢天上人间的奇观异景。成日待在这水镜中，怕是会憋得无聊，倒不如用这万象筒解解闷。谢谢殿下。娘亲再也不用担心我偷跑出去了。殿下，你将来会不会纳小妾呀？啊，连翘可否自荐？连翘，小小年纪不晓得修炼灵力，脑子里想什么呢？我并无此打算，不过我有一个义弟，虽然性子是玩世不恭了些，若不嫌弃，就介绍给你认识认识。不嫌弃，不嫌弃，有殿下一半就好了。那我先去见锦觅了。玄灵斗母元君10几万年前曾写下一套花经，可惜凋零于世，让长姐好是心痛。不想这夜神神通广大，竟觅得此经，还全套赠予我们众方主。这几万年啊，我可真没见长方主如此嘉许过谁。夜神殿下做事并不刻意，总在不经意之间就圆满妥帖地解决一切。再难的事情于他，也不过是举手之劳，让受其相助之人亦不觉心中有亏欠。正所谓润物细无声，世间最难得
自然而然4字。蜜儿，小鱼仙官，你放心，水神仙上所辖事务，日常我都在帮你打理着。你在此安心守孝，待守孝期满，我再带你慢慢上手。谢谢你，小鱼仙官。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没有你在，我该怎么办。对我何须客气。以后的路，我会一直陪你走下去。也不知道爹爹的案子查得如何了。我想问，如果这个凶手同为天界上神，那是否天帝还会秉公办理呢？蜜儿为何会有此疑问？时间已过去这么久，至今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若不是凶手身份显赫，天帝为何不再追查呢？想必这个人是天帝根本不愿意动的人。执法殿几番报了线索上去，只因证据不足，府邸只是按下不表，更将消息严密封锁。我没有证据，也不好妄加揣测。蜜儿可有什么怀疑的对象吗？我只是想不明白，爹爹生前心性淡薄，与世无争，为何会招来杀身之祸？为什么？恐怕是因为我会与蜜儿定亲，原本只是因为情投意合，两相缱绻。但在旁人看来，我本是天界最为贫寒利寡的清仙小神，却在一夕之间得了水神、风神乃至花界的支持，恐怕要怀疑我心存夺嫡反叛之念。爹爹，蜜儿，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水神仙上就这样无辜惨死的。木慈，你现在这条命是我的了，这次回去好好疗养，我不许你再偷偷跑了。好，那你不能骗我啊！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你经常骗我。我们今天暂时在这住一宿吧。好。哎，让开！滚开！让开！让开！滚开！滚！哎，小虎。哎，来了。带2位客人去房间。你先上去，去看看。 2位客官，请随我来。哎，这边。让开！让开！我走出行！让开！回避！说你呢？下了！燕城母子家也敢挡！公主，我当是谁在此耀武扬威，原来是你呀！我们汴城王府的守将，何时成了魔尊的马前卒了？小的奉大王之命，前去城门口迎请顾城王与魔尊尊驾。大王今夜设宴，想当着魔尊的面与顾城王化解嫌隙。以后若再让我看到你狐假虎威，定不轻饶。公主饶命，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了。哦，对了，公主要不要和属下一起回王府？哦，大王见了定然欢喜。不必了，我另有安排。公主。王府里一切布置妥当了吗？一切就绪。你怎么不把流云公主一道带回去？也是大功一件呢。眼下，这宴席才是决定大事。此时若逼急了流英，
只怕打草惊蛇。哼，今若事成，以后还怕他？你去盯着他。是。今夜我爹宴请魔尊跟顾成王，我们就先在这住一宿，避避风头。既然如此，公主应该先回去帮忙张罗张罗。那可不行，万一你又逃了怎么办？再说了，魔尊跟顾成王素来不待见我，我又何必回去给他们添堵呢？还是这里自在，打听消息也方便。过去这么多年来，我很清楚，我做了许多错事。可现在，每次一想到你，你想到我什么啊？每次一想到你，我就会告诉自己，不能再让你失望。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等宴席结束，我们就去找我爹，让他给我们主婚。好。今日为何不见流英公主啊？这丫头也惯了，有一阵子没回来了。该不会是在天界乐不思蜀了吧？顾成王真会说笑。流英虽然顽劣，但是还算是识大体，大劫上断然不会有亏。我可听说流英公主一向和火神走得很近，自然外头有不少风言风语。前些日子，流英被同族人追杀，躲在外面，连王府都不敢回。卞成王此话何意啊？你顾成王消息灵通，应该是心知肚明吧？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为了咱们魔界，喝了这杯酒，从今往后，以往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魔尊，请，请顾成王，请，请。跳得好，跳得好！我提议，此杯敬东道主，卞成王。敬卞成王，卞成王。今日魔尊、顾成王以及诸位成王远道而来，令小王府上蓬荜生辉，诸位一定要尽兴而归。小王先干为敬，来，干！公主，大事不好，魔尊死了。你说什么？魔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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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尊！来人，把他给我拿下！
魔医诊断说是中毒身亡。顾城王已将大王何府上下囚禁，说是人证物证俱在，不日问斩。如此大事，旁人便没有意见吗？秦昭王长老呢？可有通知？顾城王那老贼素得魔尊气壮，兵权政权一半尽在他手，何况证据当前，诸将又敢如何？来不及解释了，公主，我们速到魔域去。属下定拼死帮公主将大王救出来。好。公主，怎么了？再晚可就来不及了。你说何府上下俱被收监，你是父王的亲信，昨日又替父王迎接燕成王的教辇，顾城王怎么可能会轻易放过你？小的拼死杀开了一条血路。是吗？若按照你所说的，顾城王应该满城通缉你才对，怎会任你悄无声息来到客栈？只怕你早在牢狱外布满了人手，违意劫狱，不更坐实了父王的罪名？公主聪明，用错了时候。若真随我乖乖去了魔域，既能早早与大王团聚，也可少受些皮肉之苦。你们这帮狼心狗肺的东西，定是你们勾结顾城王，陷害我父王。如今还想要捉我回去领赏吗？卞城王父女二人勾结，谋害魔尊，拒不受捕，还不拿下！走！想走，没那么容易。哼！上！不辞，如今燕成王已死，卞成王已成为阶下囚，魔剑尽在顾成王殿下之手。你在这逞英雄也救不了救主，我劝你还是早早逃命去吧。快去办救兵救你父王！不行，我不能丢下你不管。放心吧，这些人我还能对付。那你小心。殿下今日为何如此烦躁？我去见了母神。莫非真的是天后娘娘杀了水神和风神？母神没有否认，所以此事多少与母神有关联。属下无能，不能为殿下分忧。至今没有收获。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母神所作所为归根结底，一切因我而起。倘若母神真的害了水神，势必难逃一死。到时我有何立场保全母神？如何向锦觅交代？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确实为难。报告二殿下，魔界出事了。刘英当时不在府上，知道的便只有这些。顾成王用此奸计，无非是想引我劫狱，坐实父王的罪证。父王乃6界混沌之时，定鼎魔界的元勋长老，如此轻率论死，岂不是让真凶逍遥法外？还请天帝陛下出手相助。卞城公主，如你所言，燕成王是在卞城王府中赴宴中毒暴毙而死的，又有魔医诊断为证。那你又可有顾成王冤枉你父王的证据呢？
父王将领叛变，乃小女亲眼所见。若说不是做贼心虚，为何要设此毒计？小女伤痕犹在，还望陛下明察。卞城王若真的毒杀燕城王，属下一劫叛变，也属常理。父王在魔界素有令名，一向尽力弥合天魔两界之间的关系。难道天界此刻竟不能相信父王的为人吗？公主莫急。如何不急？我们卞城王府素与天界交好，此番被顾城王陷害至此，父王蒙冤受屈，不日处死。刘英万里求援，陛下却坐视不理，未免太令人齿寒。本座念你负伤鸣冤，心怀不忍，才听你细述始末。如今众神皆在，卞城王被冤无凭无据，本座如何在万里之外去插手你们魔界之事？如今燕城王毙命，魔界群龙无首，局面大乱，天界过问也是无可厚非。刘英公主经此大变，又负伤而来，想必早已疲惫不堪。不如就先由太寺仙人带往偏殿疗伤吧。小神遵旨。公主，公主，公主留步！若非顾念他们父女一向与天界交好，方才定治他无礼之罪。公主，哎，公主留步，公主留步！哎呀，公主留步！偌大天界，竟无一人为我父女发声，你们天上这些神仙，真令人失望。哎呀，这事缓则圆嘛。大殿下正在设法说服陛下，还望公主稍安勿躁啊！哼，求神不如求己。父帝宽宏，这刘英公主一心救父，虽有些强人所难，我们天界也并无立场插手干预。但若放任不管，魔界原本三足鼎立、互相制衡的局面便不复存在，不得不防啊！这魔界诸王中，大长老秦城王是常年闭关修炼，诸事不理；而顾城王则野心勃勃，隐秘在燕城王身后，多年来履行挑拨之事，反叛之心是昭然若揭。幸而有卞城王在此中制衡斡旋，才得了眼下太平。若是没了卞城王，其余几个长老或为野心勃勃之辈，或属见风使舵之徒，怕是六界又要生出一场浩劫了。而且此案疑点甚多，草草结案太过蹊跷了，应该派人去彻查此事。陛下，夜神殿下与月下仙人言之有理。如今魔界的太平局面维持不易，所以绝不能够让顾城王一家独大。那何人堪此重任呢？任欲愿赴魔界，替父帝分忧。最熟悉魔界事务的，当然是火神了。他面壁思过多久了？已经足月了。跪下！本王无罪，为何要跪？顾城王，你这么着急要杀我，做贼心虚吗？卞城王，本王
念着昔日的情谊，仍唤你一声卞城王。魔尊待你不薄，可是你却恩将仇报，毒害魔尊，图谋篡位。如今证据确凿，你死有余辜，你血口喷人！我既然宴请魔尊，又怎么可能在自己的地界上行凶？你分明是血意无限！你这猪！今日，本王就要带魔界铲除败类，用你的血来祭奠魔尊。此时是吉时，本王便亲自送你上路。对了，本王知晓你最疼爱刘英，本王承诺，待我抓到他，一定送他去忘川和你团圆。你这畜生！畜生！时辰到，请允魔处。天道毕，日月至，出爻爻，入冥冥，魑魅魍魉。谁敢上父啊？刘英，本王还怕你不来呢。拿下！原来是灭灵族的余孽，本王今日就将你们一并消灭。母子，没事，快带你夫人走。本王今日就将你们一并消灭。凤兄，火神，此案尚未结案，顾成王就迫不及待地定罪，未免失之公允了。此事是我魔界的自家事，天界未免把手伸得太长了吧？按理我天界不该干涉魔界事务，但天魔二界一向互相影响，魔界若不稳定，我天界恐怕也会深受其害。魔尊之死事关重大，与天界互通有无也是魔界之责任。况且顾成王并非魔尊，却行使着魔尊的权力，处置魔王，貌似不同吧？魔尊陨身，魔界群龙无首，我代魔界子民主持正义，有何不同？再说，我魔界律法岂能任人践踏？是否正义，要先查过再说。顾成王不必急于一时。天帝闻说魔尊暴毙，万分悲痛，特命本神前来协助顾成王调查清楚，以免枉杀无辜。顾成王若不情愿，不如前去天界，与我父弟商议商议。好，既然天帝有所怀疑，那便细细的查就是。只是魔尊是在卞城王府遇害的，如若找不到凶手的话，还要为卞城王设计。好，给我3日，查出真相。多亏了月老，
二殿下才重获陛下重用，月老果然智勇双全呐。哎，其实老夫我呀是不愿意参加这些天家政事的，但是凤娃急着去救人，那些话呀也都是凤娃教我的。那也得是您配合的好呀。哎，二殿下总跟我们说，让我们多跟您月老学着点儿。真的？凤娃真这么说？嘿嘿，多看画本，多看书啊。可是，您平时看的那些画本和书，讲的不都是些男欢女爱的事儿吗？这男女之事，暗合阴阳之道。这阴阳之道，不就是天地之道吗？笨呐！是。哎，凤兄，这位魔医在燕城王中毒那日便在现场。参见火神殿下。免礼。当日你便在现场，你可知道燕城王中的是何毒啊？回火神殿下，当时燕城王的死状，颇像是中了绛珠草之毒，但在下尚不能确定，确实是这种毒草之毒。绛珠草。这绛珠草虽然没有见过，却听我父王提及过。它最早生长在魔音谷之中，它所在的地方寸草不生，走兽尽死，而且它能毒害魔族之人，所以早在7万年前，魔族便用天火将其焚烧除去。绛珠草已消失于世了。可是我听说700年前，药王离川想要重新培育此草，后来被关进了魔域，出狱之后不知其踪。离川当年研制成不成功，至今还是个谜，所以在下也不敢妄下断言。所以说，我们要先找到离川这个人了。可是他已经消失了700年了，一时之间，我们该去哪里找他？我们可只有3天时间。绛珠草长在魔音谷，魔音谷有什么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征吗？魔音谷自上古以来就是极寒之地，被天火焚烧之后，就变成了如今这灼热的荒芜之地了。那也就是说，只有在极寒之地才能种出绛珠草。正是。可是如今魔界中还有极寒之地吗？我在西边没有发现，你们呢？东边一无所获。自从魔音谷变成炽热的荒原之后，魔族便没有了极寒之地，而那些猛兽出没的未知地带，纵使有极寒之地，也很难进入。我不相信有人有本事去那里种植绛珠草。方才我在眉山的山腰处发现了一个结界，结界之内的温度特别低，可是这个结界非常坚固，我未能攻破。看看去。是离川啊！若真是他，他还真是个瑶池。哎，小心！绛珠草毒性凶猛，若是触碰，毒素也会渗入体内。可是不知如今，他人在何处？试试便知。你们，我的绛珠草！
父兄，你看，呀！蜜儿，这好几日不见，你怎么又瘦了呀？我这情爱画本虽然好看，但是你也不能看得废寝忘食啊。不知月老前来是又给我带了新的画本吗？那这些啊，都是我从6界搜罗来的画本，皆是最受欢迎之作。谢谢狐狸仙了。不过，我方才看完这本《仙凡奇情》，这个故事讲的是一对凡人跟仙人的爱情故事，过程嘛倒是荡气回肠，只是这个结局似乎太残酷了一些。虽说这个仙人朝三暮四的不太妥当，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凡人最后却要了仙人的命。这个结局啊，是不是特别出人意料？那我可是冥思苦想了数月，反反复复议稿了数次，才定了这样的结局。这个画本是狐狸仙写的？看了这么多画本，难免记呀，是不是很惊喜、很意外啊？我只是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仙人的内丹精元乃是灵力道行凝聚之处，只有摧毁了内丹精元，仙人才能灰飞烟灭。可是书里的凡人只是戳破了他的脚趾头，为何也灰飞烟灭了？这内丹精元事关神仙的性命，所以每个神仙自然都会把自己的内丹精元藏在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地方，如此才安全。而书中的这位神仙呢，将他自己的内丹精元藏在了脚趾头里，他又将此事告诉了心爱的凡人，是也这才酿成了这一出悲剧。哎，怎么样，米儿？这本《仙凡奇情》是不是很好看呀？确实很好看，就如书名一般，奇情，奇情的很。哎呀，可惜这本倾注了我诸多心血的画本啊，在这6界里头并不畅销。那元基，还嫌弃我写的太过矫情了。老夫本还想将它排成一出戏呢，《仙凡奇情》。火神殿下，可是查出什么眉目了？我在弥山的一处结界中，发现了一片绛珠草。魔尊便是死于绛珠草之毒。绛珠草，据我所知，那毒草在万年之前便已被禁，消失于世了。顾成王可还记得黎川啊？就是那个700年前妄图重新种植绛珠草的狂徒吗？他在弥山设了一个极寒的结界，种植了一片绛珠草。也就是说，变成王是从黎川那儿得到了这株毒草，毒害了魔尊，并没有证据说明变成王与黎川有关联。不过，我在他设的结界中发现了一样有趣的东西。这温针的毒性，配上结界中极寒的温度，有助于绛珠草的生长。顾成王也知道，这温针出自穷奇之身，但现如今穷奇被关在天界，自然不可能与黎川联合作恶。不过，顾成王看管穷奇数百年，若手上有些温针，我倒是觉得并不意外。
火神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你怀疑我是加害魔尊的凶手吗？等离川醒了，问问便知。一个疯子的话，不足为信。顾城王可见过离川？从未见过。那顾城王怎知他是个疯子？我只是听说罢了。不管怎样，明日之前，我定会查出真相，给天界和魔界一个交代。大王，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不能让那个离川开口。这件事情你去办。是。看来我得去一趟天界了。木慈，木慈，你怎么了？世界天残，一切忍忍。凤兄，凤兄可以救你，你忍一下，我去找凤兄，我让他来救你。凤兄，请你救救木慈。凤兄，求你救救木慈。你修的是火系法术，你的血可以供师姐天残吸食，能救木慈。我求求你。求殿下为我焚灭体内的天残。焚灭天残，你便只有10年寿命。即便只剩10年，我也不愿意依附他人而活着。我要堂堂正正的活着，光明正大的爱你。可是我要你一生一世。公主，原谅木慈的自私。我不愿意这么没有尊严的活着，更不愿意连爱你的资格都没有。不管我还能活多久，木慈的一生只属于公主一人。木慈，望公主和殿下成全。若我焚灭了你的天残，你不光寿数会减，灵力也会慢慢消失，最后形同凡人。你可真的想好了？想好了。刘颖，无论如何我都会救木慈的。但如果焚灭天残是他的愿望，那我们就该成全他。这心扉，愿只愿余生无悔，随花香远飞。一壶清酒，一身尘灰，一年来回，度余生无悔。一场春秋，生生灭灭，浮华是非，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愿这生生的时光不再枯萎，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愿这生生的时光不再枯萎，再回首前尝新酒。
为了世界天才，他的身子会很虚弱。日后，我会照顾他一辈子的。若是真心真意相守相伴，纵使只有须臾一瞬，也是值得。好好珍惜剩下的日子吧。启禀公主，黎川方才在狱中毒发身亡了。江珠草，如今线索断了，我该如何为父王祈愿？父王，殿下，变成王，方才顾成王派人来说，火神已抓住杀害魔尊的真正凶手黎川。是，我们确实抓到了黎川，但他方才在牢狱中已死于绛珠草之毒。什么？此事一定没那么简单。我刚试探完顾成王，黎川便死了。此事与顾成王一定脱不了干系。我想，我们应该好好查查牢狱中的守卫们。见过变成王，流英公主，殿下，你怎么来了？天帝得知殿下已经抓获杀害魔尊的真凶，还变成王清白，遂命属下前来请您回天界。我尚未将此消息传回天界，父帝怎会知道我抓了黎川？况且，黎川只是毒草的制作者，真正的幕后凶手还有待追查。父帝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召我回天界？属下只知道天帝命殿下速速回天界。既然这样，殿下，你还是先回天界吧。黎川之事，由我和刘英继续追查。此事多谢殿下出手相助，才能为我洗清冤屈啊！变成王不必客气，你我都希望魔界能够太平。今后，魔界与天界能否和平相处、相安无事，还需靠变成王多费心了。小王自当尽心尽力，请殿下放心。小心顾成王。木慈身体有何不妥，随时来天界找我。多谢凤兄救了父王，亦帮了木慈。日后凤兄有任何用得到刘英的地方，尽管开口。刘英自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有你这句话便足矣了。告辞。火神文韬武略，胸怀六剑，他日若能坐上天帝的位置，定能让我六界万年安泰。只是什么？只是夜神殿下的实力亦不可小觑。何况如今的天帝心机深沉，为了制衡火神和夜神，前不久还失了火神的兵权。将来天帝之位会传于夜神还是火神，还真不好说。旭凤见过父帝。此去魔界，你辛苦了。不知父帝为何要将我匆匆召回？我所抓获的黎川，不过是幕后黑手的一颗棋子。我怀疑此事与顾成王脱不了干系。我本担心，魔界若是顾成王独大，与天界不利；但魔界若只剩变成王，隐患犹在。你此去洗脱了变成王的嫌疑，便已完成了任务。魔界两王制衡，方能太平。可是父帝，你此行让本座甚是欣慰。以后要多专注天界事务，不要再为其他的事情而分神了。我今日将5方兵权重新交还于你，你可莫要再令本座失望了。是。大王，如今火神已回了天界，我们要不要趁机把变成王杀掉？我原以为火神只会成匹夫之勇，没成想他的智谋也不逊色。幸亏我及时赶到天界善后，否则
恐怕我现在也是自身难保。天帝和火神打的是让我和变成王互相制衡的算盘。此刻我们羽翼未丰，不宜莽撞行事，当借机用人，伺机而动。是。朝令夕改，兵权也能传来传去，如同儿戏。天帝此举未免太令人齿寒。作为天帝，权力制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你不必放在心上。为父将5方天将的兵权还给了旭父，你意下如何？心中可有什么委屈？回父帝，父帝如此安排，甚是妥当。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旭凤掌兵日久，在军中素有威望。润玉所长并非军务，原本也只是代为托管罢了。若临变故，还真怕指挥不动。你执掌8方天将时，军中莫非有什么议论？他们可是心中不服。是儿臣资望不足，与他人无关。罢了，此事本座自会去彻查。我再交给你一桩新的差事：顾成王不日将会继承魔尊之位，你下一趟魔界，待本座向顾成王宣谕旨意。魔界事务一向由旭凤主持，儿臣怕……哎，旭凤行军打仗时，与顾成王积怨颇深，恐有不便。儿臣遵旨。殿下，参见陛下，已上了12道封印。火神殿下，锦觅让我代为转达，他守孝期间希望心无旁骛，这3年他想静一静，不见任何人。我只要见他一面就好，我有话想对他说。火神殿下，既然锦觅如是说，便莫要为难本仙了。爹娘，林秀仪，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爹爹不想让蜜儿成为一朵温室的花朵。现如今，爹爹陪在蜜儿身边，大树底下好乘凉。但终归有一天，爹爹要天人五绝，化归天地，无法永远保护蜜儿。6界之中，只有你跟天后可以使用琉璃净火，可如今天后人在牢狱之中，能施予琉璃净火的人，只有你一个。是你杀了我爹爹！爹娘，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会让所有人知道，到底是谁害了爹爹，还有林秀仪。看到什么啦？快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有情人终成眷属啊，真好。哎，对啊，锦觅和夜神大婚的日子就快到了。哎呀，这日子过得也太快了。小雨仙官，你每日要在天界处理那么多事务，下了职还要来花界陪我下棋。若是身子吃不消的话，就早些回去休息吧。我不累。这些年来，你坚持守孝，闭门不出，我来陪你解解闷，说说外面的见闻，也好让你早日振作起来。对我而言，公务之余，能够看着你，陪着你，这便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你若下在此处，10步之内必输。小玉仙官，3日后就是天帝给我们定的婚期之日了，有何不妥吗？我知道你对我很好，可是我的心里是空的。即便是这样，你还愿意接受我，与我完婚吗？我会把你的心填满的。你只要允我这个可以正大光明呵护你的位置。小玉仙官，蜜儿，对不起。哎呀，夜神殿下呀，真是出淤泥而不染呐！哎呀，没想到天家这堆歹笋里还能出这么一株好株。我早就说过，夜神殿下不同凡响。可是你之前呢，还嫌弃人家。哎呀，你别老跟我提之前的事情了。原来我确实眼界太窄了，以偏概全，冤枉他了。哎，他送我那个惊雷鼓还真的是好用了，兔子听见了都吓得四散逃窜。给我试试，给我试试。好好好好，哎，你试试，你试试啊。你轻点儿。哎呦，疼死我了！田姬，你这匆匆忙忙的，为何呀？别提了，水神跟夜神殿下大婚在即，我这不是急急忙忙的去给天帝送九霄云殿内诸位仙家座位排布图。哇，如此重的任务都交给你了呀！看来我这个兄长对你颇是信任呐，妍姬。你这个飞黄腾达的日子指日可待呀！哎，诸位仙家关系本就复杂，有些仙家万万不可置于一处。如若到时位置安排的不妥，怕是这将来有一天他们都要埋怨死我。这分明就是个烫手山芋。哎，不如你来帮忙出出主意吧。我有个好主意，要不咱俩换换？你替我主持大婚，因为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家凤娃永失所爱呀。呵呵，月老，谁叫天帝钦点的你呢？只有你能堪当此任，好好主持吧。哼，没一个靠谱。唉。殿下回来了，锦觅仙子可好？还好。这是天帝陛下差人送过来的，说此杯可化水为茶。陛下说，你一向好茶，且总能化腐朽为神奇。
此杯与殿下甚是相配，特作为新婚贺礼。父帝，你的父爱来得太迟了。讽刺的是，从前在我真心实意的时候，却什么也得不到。天帝陛下始终还是器重大殿下的。他不过是发现我更像他罢了，但我始终是他一夜风流的污点。在他心里，总有一个比我更加完美的儿子。旭凤，襟怀坦荡，正直磊落，不需要任何阴谋诡计，便轻松赢得众仙的交口称赞。作为男人，他也要嫉妒。可作为父亲，他心里终是偏爱旭凤的。殿下，要不要再想想？不必了。这3年来筹谋的一切，岂能前功尽弃？通知鸟族和3方天兵。是。殿下，岸上来报，3方天兵最近暗暗集结，且鸟族也有异动，仿佛是要有大动作。看来润玉已经枕戈待旦了。殿下，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些什么？让我想想吧。锦觅，这个不错。是啊，润而能润，光而不滑。火神殿下若是喜欢，我送你几张便是。我是说这诗不错，不写情词不写诗，一封素帕寄相思，心之皆了颠倒看，横也思来竖也思，这般心事有谁知？这般直白，只是不知道在思谁呢。看来写的还是不够直白啊。不够。并非只有帕子才有丝。拿着宣纸，对着光瞧一瞧，横竖不过也是丝。只可惜方才给你，你却不要。3年未见，我以为你还是不愿意见我。3年没见，我想了很多，我还是相信爹爹不是你杀的。水神之事与我确有关联。
你能否不要嫁给瑞月？心上之事，待我慢慢与你分说。我与夜神的婚约，乃是爹爹之愿，天地之令，让我如何抗拒？我若是悔婚的话，天帝又会对你进行责罚。殿下前途未卜，锦觅担不起这个责任。不论如何，我不会让你嫁给他的。我不会让你嫁给他的。青丝，情丝，时至今日，你我恐怕再无希望。这缕青丝给你，聊赠青丝以寄情，唯愿浓心赐我心。你无需担心，我自有计较。只不过3日后婚典仪式离城前，你先忍耐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亢龙有悔，一意孤行，亲宁远贤，是天地之事。天地无道，北辰星寡德失婚，该当如何？明正轨，辟歧途，拨乱反正，可令则民主，取而代之。自弄复兵，知进而不知退，乃瑞玉之过。殿下何去何从？收拾山河，扶危六界。背水一战，直捣黄龙。以坤克前，先取前缘。上离下艮，中至北门，以艮一对，后定西东。紫薇守北辰，探狼破瑶光，武曲化天泉。天界已病入膏肓，剜肉补疮，不如釜底抽薪。人一时之痛，革故鼎新，方是顺应天命。每一次权力更迭，都会掀起腥风血雨，生灵涂炭。我不忍见，就算逆势而动，也要坚守到底。
胜算并不高呀。为何他毫无胜算，却还要一意孤行呢？是微乎其微。既然如此，殿下为何还要兵行险招呢？烟月，烟月，明月背后的星宿，不可掌控，却毁天灭地。这场天地间的豪赌，唯有孤注一掷。他的手中还有什么砝码呢？蜜儿爱喝桂花酿，我最近酿了一些。你倒是来得巧，这一壶今晚喝，正好。那我便不客气了。兄长可还记得，虚凤的第一滴酒，便是兄长带我喝的。来呀来，快点，快点！这是什么？这是酒，我要喝。你还太小，不能喝。要喝。那就喝一点点吧。抬头，好喝吗？好喝吗？嗯。好。给我，不给，不给，给我，不给。儿时，我便是你的跟屁虫。长大了，你我并肩作战。那些日子，真的是无忧无虑啊。对你来说，美好的回忆，也许对我而言，只是噩梦罢了。旭儿，旭儿，殿下，怎么了？快起来！别哭了，不要哭了，殿下啊，不要哭了。你都干什么了？我只是不想让怒火伤到了弟弟。母神，母神，你给我过来！母神，母神，我以后一定会保护好弟弟，我不会伤害他的。母神，求你了。放开！放我出去，母神！放我出去，母神！母神！母神，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啊，母神！母神，放我出去！从那之后，我
便知道，我必须谨慎行走于这天界。对不起。明日便是我与锦觅的大婚，你深夜来我这玄机宫，应该不只是来和我回忆往昔的吧？答应我，明日别做让自己后悔莫及的事。你想要的，我都可以让给你。锦觅，你知道我说的并非锦觅。徐芳，我什么都没有了，唯愿留下锦觅。从小，我什么都可以让给你，唯独这次，我绝不会放手。一定要用这样的办法吗？你便一点不顾及养育之恩，兄弟之情吗？若非如此，我如何才能留住我在乎的人？所以，就要以失去一切为代价。要么得到一切，要么失去一切。我已经忍耐得太久了。你知道，我不会坐视不理的。还请二殿明日一定要来参加我与锦觅的大婚。你我兄弟情深，我实在不愿看见我们走到那一步。我再说最后一遍，除了锦觅，你什么都可拿走。多谢，但是我不需要施舍。好久。夜神大婚前夜找我来，所谓何事啊？颜佑，明日那条路，你可愿随我一起走，一同完成母亲的遗愿？看来你执意选择要走上一条不归路，恕不奉陪。你不愿陪我，可是害怕失败。哼，这天下间还没有我颜佑怕的东西。你我二人，说到底，内心所恐惧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害怕被抛弃。为了不被抛弃，我从前选择乖巧顺从，而你却选择玩世不恭。但是我知道你内心并非如此，你如此戏谑地面对这世间，那是因为你不敢去奢望。你害怕，即便全力以赴，即便努力去争取，但结果却仍是失望。别装作一副很懂我的样子。我今日来，便是来告诉你，明日的大婚，我不参加了。我不陪你走下去，是因为我们有各自的准则，而我并不认同你的做法。你总是以为你看清了我，看清了这一切。其实，你最看不清的，便是你自己。明日若有万一，我会照顾好丽儿的。
点。你在人间的时候答应嫁给我，你现在还愿意吗？我自然是愿意的。走走。徐凤，哎呀，咱们这花界数万年都没有这么大的喜事儿了，倒真有些不习惯了。总算不负先主重托，所佩非偶，可惜，可惜呀！哎，可惜什么呀？哎，如今你是水神，哪有你跪我们的道理？小桃桃这是在感恩呐！锦觅，快起来！因这花界与天界的旧怨，我们也不便送你。月下仙人以天地胞弟之尊，亲自迎亲主婚，可见天界亦不敢怠慢你。张方主，各位方主，感谢这么多年来为锦觅遮风挡雨，一直在照顾锦觅。以前是锦觅不懂事，只要你平安喜乐，我们也就安心了。若是那夜神对你不好，或你在天界受了气，便回来住着。就是没受气也常回来，我给你烤兔子肉吃。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时辰快到了，快去更衣吧。你穿上婚装，一定很美。那锦觅先进去了。哎，小锦觅，小锦觅，凤娃可是把环帝凤翎都给你了，你真的不后悔吗？啊？狐狸仙，麻烦你带我还给凤凰吧。小锦觅，你怎可喜新厌旧，移情别恋，忘恩负义，红杏出墙，抛弃糟糠？
教我家苦闷的凤娃，可怎生是好啊？只听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啊？吉时已到，新人上殿。左手握大地，右手握着天，掌纹裂出了释放的闪电，把时光匆匆兑换成了年，3000世如所不见。左手捻着花，右手捂着剑，眉间落下了10000年的雪。哎，旭凤呢？怎么没有见到旭凤啊？哦，夜神与水神的大婚乃天界盛事，想必九霄云殿门庭拥堵，我旭凤贤侄应该是堵在了赶来观礼的半道上。不若再等等。这良辰吉时，耽搁不得，不必管他，开始吧。嗯。父帝，您于润玉不仅有生养父子之情，兼有教诲师生之意，更有指婚赐缘之恩。特以星辉凝露进献父帝，聊表孩儿寸心。难得你有这份小心。行礼。上拜苍穹大帝。且慢。果然新闻里所写不虚，真命天子必然是要来抢婚的。参见父帝。旭凤，你这是作何？你到底还是没有听我一句劝，一切已成败局。你若还执迷不悟，只会让九霄云殿染上无辜将士的鲜血。收手吧，我会尽力助你，求得父帝原谅。大殿下，我们的人受到了火神的伏击。柳元局，你说，外面到底发生了何事？陛下，九霄云殿周遭埋伏了夜神的10万天兵，只待时辰一到，便击鼓为令，直攻九霄云殿。他所言可属实？你的3方天将均已被我卸了甲。
下，末将前来救驾。瑞玉，我给你一个自辩的机会，你还有何话说？无他，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成王败寇，棋差一招。你一向比我聪明，功绩权谋皆在我之上，我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走这条不归路。我问心无愧。瑞玉，我本来对你寄予厚望，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不忠不义的谋逆之徒。今天众仙家在此，铁证如山，若不惩戒你这个谋逆之徒，如何向六界交代？父帝，润玉虽铸下大错，但幸而未酿成大祸，还请父帝宽宏大量，饶恕兄长。无需多言，众天兵听命，速将这不忠不义的畜生押往皮梭牢狱。不忠不义、不仁不孝之徒，又有何权利要求他人对其忠义仁孝？父帝当年未登天位，戮其兄，弃花神，娶恶妇，辱我母，抛亲子，而我的兄弟却一心想着夺我妻子。这世人都说，天上才是最好的地方。殊不知，这里才是六界最肮脏、最残酷的伪善之地！住口！父帝，你说，你这个畜生刚才给我喝了什么？不过是少许煞气相辉，仅能脱离2个时辰。你，瑞玉，我素知你心机深沉，只是没有想到。你真的做出来这般心狠手辣之事！心狠手辣，天帝当年屠戮兄长，又纵容废天后杀害花神，辱杀我母，覆灭我龙鱼族之时，难道就不心狠手辣了吗？今日之事，不过是天理昭彰，终有轮回罢了。我所做这一切，不求俯仰行走之间无愧于天地，但求心中净土一片，无愧先母生养之恩。生养之恩。你即便心中有恨，可父帝对你同样有生养之恩。成王败寇，何惧一死？还不将夜神押解下去！你们这群乱臣贼子，难道就不怕遭天谴吗？天帝及废天后德行有失，如今夜神殿下敢冒六界之大不韪，将天帝罪行一一披露，实属天界之幸。如今天界正是破旧立新之际，我等愿拥立夜神殿下继承帝位，荡清六界乱世，重立天界威名。嗨！我等愿效忠夜神殿下。我等愿效忠夜神殿下。你们竟敢背弃于我！天帝与废天后残暴不仁，满天神佛皆有怨恨。火神殿下，难道你还不明白吗？隐居，你胆敢与夜神狼狈为奸，我今日便来清理门户。来人，将火神一众人等拿下！
好天地。梁元君，梁元君，不能再保护天下了。锦觅，锦觅救我！锦觅救我！你要救我！锦觅救我！锦觅救我！锦觅，锦觅。 为什么？你知道，是你杀了爹爹，是你杀了李小雨。
你可曾爱过我？从未。你果然将我的头发贴于那丹惊人之处。锦觅，我要杀了